Hello， 大家好，小丽。Hello。我去年做了我的第一个脱口秀专场，有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很惊讶，他说：“啊，你在说脱口秀啊？”我说：“对呀，不然这么多年我靠什么吃饭呢？”他说：“你不是一直靠啃老吗？”我说：“也不全是，我自己也挣点儿。而且我发现啃老这个事情贵在坚持。”你20多岁的时候跟父母住在一起，别人说你啃老，你不要放弃，坚持啃。啃到我这个年纪40多，啃老就变成了陪伴。我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女儿了。我来自于一个4口之家，我妈、我弟还有我爸。虽然说是有一个弟弟，但是我们家特别的重女轻男。很多朋友去我家玩了之后都会说，觉得我爸妈对我弟特别的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家务活都是你弟在干呐。我说为什么要公平？我觉得重女轻男的家庭挺好的呀，我跟我弟都很好。我弟勤劳体贴，我自以为是。这2种品质在我们各自的性别里面都很稀缺。虽然是在家里很受宠，但是我也不是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是我爸。我爸真的特别离谱，他从小他就不许我问问题。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什么都要问，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无知。那个时候我刚上幼儿园，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觉得我无知。他还不许我笑，他跟我说，他说男笑痴，女笑怪。男笑痴，女笑怪，你们听过这句话吗？没有是吧？因为这是他自己编的。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在家里笑，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出去笑。邻居们都在传，楼道里总是有奇怪的笑声。我爸就是那种他自己不开心，他就希望别人也不开心的人。我小的时候他老是出差，每次出去他都会把家里的闭路线带走。闭路线就是接收电视信号的线，他就怕他不在家，我们看电视看得太开心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在家，我们已经很开心了。有一年过年，他回老家了，他一走，我们一家3口有说有笑。我才发现，我也爱我弟，也爱我妈，我弟也爱我妈，也爱我，我妈也爱着我们姐弟俩。我们3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呀。我爸脾气还特别差，老是无缘无故发脾气，还要让我给他道歉。我不道歉，他就绝食不吃饭。作为一个孝顺女儿，我只好跟他道歉。我说爸，我错了。一般家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问你错在哪了，但是我爸不会，他会立刻原谅我，因为他也饿了。然后我爸现在还变得特别爱唠叨，他现在唠叨我唠叨的最多的是说我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我被他唠叨烦了，我就只好在家里面装作我很忙。我怎么装？我有时候吃着饭，我突然叹气，我说哎呀，最近好忙啊。我有时候假装打电话，我为了让他听见，我说今天不行，今天太忙了。我都没有真的拿电话，我就比了个6。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爸突然问我，他说你每天那么忙，那你到底赚到钱没有吗？我说赚到了呀。然后我就开始装有钱。装有钱跟装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可能吃着饭，我突然叹气，我说哎呀，最近好有钱啊。我为了装有钱，我开始给家里买一些东西。还好我以前从来没给家里买过东西，导致我现在无论买点什么，我爸都会觉得哇，王小丽这次发财了呀。我东西买的越多，我在家里的地位越高。现在家里无论什么事儿，我都想指点一下。简单点说，我就是在家里当爹。不得不说，当爹是真的挺爽的。当爹给了我勇气，我现在我都敢当面怼我爸了。有一次我爸在家里炫耀，说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有多大。我说你贡献没有我妈大吧，我妈还洗衣服做饭呢，你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他说那我要挣钱养家呀。我说我妈也有工资啊。
他说让我职称进得高啊。我说没有妈做家务，你哪来时间进职称？你都不思感恩的吗？我爸被我怼懵了，然后他突然站起来，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破防了。我没想到，我从小到大最害怕的一个权威，原来这么脆弱。这就好像哈利波特跟伏地魔说：“伏地魔，你个大坏蛋。”伏地魔就哭了。我爸还问我，他说：“那你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我说：“我是这个家的长女，我存在就是对这个家的贡献。”我没有胡说哈，你们想一想，80年代在一个小镇上，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孩子，别人背后怎么嚼舌根？你还怎么在单位立足？严格来说，是我给了你一个家。我现在甚至取代我爸，成为了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那天是除夕，我们一家人都在看电视。我爸觉得电视太难看了，然后掏出手机在那玩手机。我就这样看了他一眼，他吓得赶紧收起手机，开始认真看电视。就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知道权力的交接已经完成了。就那一天的电视虽然是难看，但我是越看越兴奋，因为我知道电视越难看，我的权力就越大。谢谢大家，我是小丽。来，小丽的锁票通道开启。其实我拍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对比上一场，我觉得这一篇呢其实笑点没有上一场的那么密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小丽。我其实也有很好奇，就是如何在家里面就是又啃老又做到有这个权利。主要是靠信念感。靠信念感。对，因为可能在家里比较受宠吧，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就跟我妈说，她说你要对女儿好，因为女儿是女王，所以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很好。然后我妈怀我弟的时候，听到院子里的叔叔阿姨有逗我嘛，就说爸爸妈妈有了弟弟之后就不爱你了。然后我妈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跟我爸商量说，以后要更爱姐姐，不能让她觉得被忽视了。所以一直在家里比较受宠，然后信念感强一点，就能够。这还是个很幸福的家庭。算是吧。他爸爸太可爱了，就是说你跟他说句什么话，爸爸就赌气不吃饭了，是吧？哇哼！他就会刚开始坐在沙发上，然后叫他2声，他还是不吃饭的话，他就会回到卧室，然后躺下，说饿呀，然后等着你给他道歉。然后一般你会怎么做？从这门缝里扔个饼过去。我一般会先吃2口。好吃好吃好吃。然后再看他的情况，如果他还不出来的话，我就想也不能没有爸爸呀。还是给他道个歉吧，反正也不是很难。然后我就说爸我错了。然后他就会说爸爸也有爸爸不对的地方。然后父女俩就抱头痛哭，然后再一起出来吃饭。哇，太棒了，因为他是一种感觉在那种无条件的爱里长大的人哈，然后这世界的风雨都绕过你，然后他还能从这里头想出来很多这种甜蜜的负担里的这个笑话，我觉得他这个生活经历特别奇妙。是的，我拍这个灯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是有很多很多奇思妙想的一个人，希望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啊！谢谢。可能这一场的效果也许比上一场会差一点点，但我反而觉得这一场它内容非常好。就是我还在梳理，首先它的结构特别巧妙，里面几乎所有的角色，然后人物关系、情感的表达、逻辑、权力的关系，它都某种程度是反过来的。你看它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家是重女轻男，
他压根儿没有重女轻男呢，只不过让女孩回到了一个可能跟男孩差不多的一个角色跟位置，但是我们的得出结论就是，哇，这是重女轻男，所以他一切是反过来的，是在反讽。而且小丽，你参加完这个节目，爸爸妈妈一定开始跟贾浩一样注册号，开始跟你了。小丽真棒，肯定是。我应该不会跟他们说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一点边界感，就是啊，没明白，家里没网吗？那你那第一篇一播肯定就爆了呀。因为我说脱口秀很久了，我都没有跟他们说。然后有一次，我爸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说：“你每天这么晚出晚归的，你到底在干嘛？”我说：“我在说脱口秀。”他说：“那你喜欢吗？”我说：“我挺喜欢的。”他说：“那你就好好做。”他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春晚，就是有一个圆桌，然后有一些人站起来说脱口秀，然后看完之后，我爸妈都沉默了，然后为什么？当时演的还行啊。爸爸说我不吃饭了，哼，我回屋了。脱口秀播完我再出来，就是那会儿开始玩手机了啊，那时候开始啊。然后我爸说，还挺好的，还挺好的哦。然后我妈就说，她说没事儿，那么难看的电视剧我都能看下去。妈妈应该开脱口秀好吗？妈妈去吐槽。更何况你还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跟我提过要看现场啊，或者是要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从来没有。所以我也没有主动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肯定你的爸爸妈妈一定能看到。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小丽。好，谢谢。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啃老，虽然我啃老，但是我也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就是钱少挣一点就少花一点。最久是10多年没有工作，我反正做什么他们都支持，就是不工作他们也觉得 OK 的，特别是我妈，她好像不需要我做什么事儿，她就已经很为我骄傲了，她不需要我做什么事情来让她为我骄傲。她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我会问她，我说你干什么？她说我好为你感到骄傲啊。我说我不是一事无成吗？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可能一定要工作的压力吧。小丽姐的家庭是人间最美的一种存在啊，然后爸爸妈妈那么爱她，我觉得人无论成功干什么事业，最终都是希望有一个美满的生活，然后不管是家庭还是跟朋友，她已经活在特别美好的那个终点上了，这一生都是一个完美的一生，特别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小丽是直接晋级呢，还是要接受挑战？在王小丽的表演结束之后，毛组开启抢麦。都不站，那就抓球了，抓钩了。啊，没人站啊！因为没有人站，所以抱歉，小丽，你必须要启动由你来进行选择的程序了。来，我们现在拿出选择箱，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他抽到的人名，但是大家不要告诉他，就是凭自己的感受。哇，我跟铅球似的，又开始折磨人了，这。哎，这个了！别搞！紧张，他妈抽中我了，等一下。什么呀？谁？姜子浩。哦，姜子浩是吧？是我吗？姜子浩啊！他选出来的这位朋友，我们也很期待，在第一轮里，他用精彩的脱口秀来唤起了我们大家对粤语的重视。下一步，他会不会在他的表演里面加入更多粤语的成分？掌声欢迎姜子浩！
谢谢，大家好，我子浩。谢谢的。先说一下，我是个广东人，大家也知道啊，我有个广东人啊，证明一下。其实说真的，今天录节目录来挺开心的，因为今年节目里面有4个广东的演员，这应该是节目里面第一次广东演员这个数量能凑齐一桌麻将的了，真的。我们第1轮录制的时候，我们4个广东人在这个采访间里面老开心了，说什么？我还对着镜头说，前3名我们4个都不够分的，真的。然后我还跟另外一个广东的演员要鸡翅嘛，我还跟他说什么？哎呀，我们2个谁来当第1好了？你觉得？我让你啦，要不你第1，我第2咯啊？然后第1轮比完下来之后，有3个已经回到广东了，有点太丢人。那个导演还在那里安慰我们说：“啊，你们广东的幽默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我说：“阿拉桑还赢啊，现在。”太丢人！哎，你们想想，要是我第2轮淘汰的话，更尴尬。你想啊，我回去之后，机智肯定要问我说：“啊，子浩，你第几轮淘汰了？”我还得跟他说：“你第1，我第2咯。”哎，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广东的演员呢，要做普通话的脱口秀，其实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要难一点的，不是我找借口的。首先，我们语言又不通的，因为我们做普通话脱口秀，我们还得先从学普通话做起的，不是开玩笑。我刚出来工作那几年，我真的完全听不懂那北方的普通话，特别是那种东北的普通话，太复杂了，真的是。有一次人家跟我说：“你小王八犊子！”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骂我。我当时反应是啊，犊子？什么犊子啊？你肚子饿了是吗？哈，我煮个面给你吃咯哈。他还跟我说什么？你跟谁俩呢？不是，这什么话来的啊？为什么一句话里面全都是主语的哈？那我跟谁俩？那没有动词的。我说啊，我跟谁俩？我跟阿 sa 是 twins 咯，我跟谁俩？我完全搞不明白。还有一个事情。真的，我想说了很久了，就是以前真的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毛豆讲话，我是真听不懂啊。我说真的，我第一次听毛豆讲脱口秀的时候，他给我感觉就好像那个就《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个就头上戴着锅那个大叔，你们知道吗？就这个人，就这个。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阿洛的朋友们看得到吗？真的，毛豆在我心中就长这个样子的了。所以你知道，我第一次听毛豆讲脱口秀的时候，他在我耳朵里的感觉就是。鲁德昌什么？完全搞不明白，我老觉得我奶奶那个坏了的收音机声音都比她清晰了，真的是。哎呦，这个事情我疑惑了很久了，之前一直不太敢说，就是我感觉怎么大家都听得懂的哈，你们啊，明明你们讲话也不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肯定有人跟我一样，其实在装懂的，你知道啊，就怕被别人嘲笑啊，是吧？毛豆的新衣这个就是。绝对是这样子的，我想想都生气了，因为我的普通话经常有人说听不懂的，为什么毛豆的你们就都能听得懂的哈？你们试试啊，让毛豆去给那个广东那个老板做演出啊，毛豆会哭着回去找他老豆了，你知道吗？广东的老板看了都会说这个毛豆搞毛啊，一点都不逗啊，水土不服，我跟你说肯定。而且广东演员还有一点是最难的，就是你知道广东这个地方，它本身其实不太重视脱口秀这种什么文化娱乐的。跟上海相比啊，我感觉广东的本地人呢，他们就想着吃，真的，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的。我回到老家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哎呀，在上海不好混呢。他说对呀，上海是没什么好吃的。我说我的意思是工作上不顺心啊。他说哦，那看看等一下吃什么咯。我跟他说：“哎呀，节目太难了，年年都在那里瞎搞。”他说：“瞎搞？好啊，老板，来2笼虾饺了啊！”我跟他说，广东人对吃有多么在乎啊！真人真事啊！我在广东做我那个粤语的专场的时候，经常演到后面
会有观众直接站起来走了，我都不知道干什么。我说怎么了？是我演的不好吗？他说不是，我要去吃夜宵了。他说啊，你演的挺好的，但是排号排到我了。广东人对吃那个执念真的匪夷所思了，就是在他心里，姜子浩哪有 A18号重要啊，对吧？我们广东人就这样的，有上顿有下顿的，我们就真的太爱吃了。你们想想，就是广东啊，连骂人那个话都是让人家吃东西了，对吧？你们记得张学友那个经典的表情包吗？你别管他让你吃什么，是不是让你们吃东西了啊？就是这么爱吃东西，我们。吃东西了你，真的，我们广东演员的现状就是这样子了，在外面很难吃上饭，回到广东就只剩下吃饭的了。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呢，跟其他演员相比，广东演员最大的优势或者说特点嘛，其实就是我们会粤语。本来我今天上节目，在这个舞台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展示一段粤语的脱口秀，然后笑死你们。我本来想的是，但最大的问题你们也知道了，就是现场的大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听得懂的广东毛豆。我现在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的了，我还跟节目组讨论过了，我说啊，能不能现场弄个字幕啊什么的？人家节目组说很难的，搞不了了。搞了半天，我广东那个同事最后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子浩有没有可能啊？你就直接现场给大家翻译。我说怎么翻译啊，大哥，来不及了哦。他說你就一句普通話，一句粵語，一句普通話，一句粵語，交替的講，交替咁講，不就行了？咁咪得咯。我說這樣子講話很奇怪的哦，咁樣講嘢好 Q 奇怪嘅喎，好像神經病一樣啦，好似黐孖筋咁嘅喎。但看得出來，到最後我還是被他說服了哈。睇得出來，最後都係俾佢說服咗，你知道？這個我喜歡，這個好，這個好就是一直莫名其妙的加這。哎，因為我仔細想想還挺好的，因為其實諗下都幾好喎。還在演。哎，首先我可以在我粵語的部分夾帶私貨，首先我可以約呢一 part 夾帶私貨啊嘛，係咪先？因為反正大家係聽不懂啦，呢個工作真係幽默夠靚仔嘅啫。先把自己哄開心了，我不管哈。而且還順便讓他感受一下粵語的那個魅力嘛，因為大家也知道了，粵語呢有9聲6調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個古詩詞，很多古詩詞哈，就是用粵語來念會比較有韻味一點，會比較有味道一點的。那麼最後呢，我就給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啊，一首粵語朗誦《靜夜思》送給大家，好不好？靜夜思，李白。你們練詩不練奏摺的嗎？真不專業的，你們真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只好棟篤笑，得閒捧下場啊！謝謝大家，謝謝。多謝。來，在姜子浩的表演結束之後，大家拿出手中的投票器 ，OK 鍵確認。姜子浩索票通道開啟。姜子浩老師，你最後一句夾帶的私貨到底是什麼？對，就宣傳了一下我的粵語專場嘛，就說姜子浩的脱口秀有空來捧捧場了。我雖然不懂粵語，但是我覺得以脱口秀演員的能力，到了夾雜私貨的時候了。是，我太喜歡了，我覺得子浩今年可以啊。謝謝。我越來越棒了，因為確實，之前我參加過好幾季咱們節目，他之前只是靠發瘋嘛，那次就一下就炸了。這現在是很穩，就是非常的棒，非常的棒。那個你說廣東人聽東北人說話費勁，我是北京人吧？我跟廣東人點個餐那費勁費瘋了。我想點香腸，我說給我來個腸，他說你是要紅茶還是要綠茶？我說我要香腸，他說我們這兒的茶都很香啊，他聽不了。他不知道什麼叫香腸。你有沒有想過，就是你語速
有时候别人确实也难听懂。我点餐是很慢的，你确定吗？我跟他说你好，我是大张伟，我语速很慢的。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有这种中间的这个点餐呀、什么这种小事。但是你喜欢，我太喜欢了。我希望你能够一直走下去，太棒了。好，谢谢，爱你。我跟那个罗老师没有拍，我其实觉得子浩这样讲得很好，但是你用了2个道具，一张画和擦汗的那个纸巾，我觉得擦汗那个纸巾是有效果的，拿出那个画，其实我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个人觉得它有效果，但是它这个只是因为动作好笑，但是这个内容本身，我觉得它其实没有达到那个后来擦汗的那个效果。是，其实子浩讲这些我还挺理解的，因为虽然我们所在的方言区大家都能听懂，但是我年轻时候有一个偏见，老觉得北方的作家写文章文字生动，然后南方的就不够生动，一直这么想。后来直到认识了一些南方的作家，他们说你这个就是北方文化自我中心。实际是因为我们普通话定了北方的语言，所以南方的作家不得不改用他们第2擅长的语言，不熟悉的语感。所以子浩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经历过这个认知的转变过程。但是没拍主要是上一场实在太精彩了。今天呢，因为还在同一个话题里，那我心里就会期待说能不能再突破一下，但基本上是平的，甚至是略有下降。对，来，我们看，子浩第2场仍然选择了讲粤语，固定题目、固定方向。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是自己在给自己加码，但是我觉得子浩已经交了非常非常好的答卷。那么在子浩的表演结束之后，小丽回到舞台。在王小丽和子浩2个人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王小丽和姜子浩最终的得票情况。祝贺姜子浩成功晋级，小丽232票也是非常好的成绩，还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待。子浩晋级。